在美国有这么一片被称为奥斯本角的特殊景观，需要你潜入海底才能看到，那里躺着数百万个报废的轮胎，场面非常的壮观。其实这不是什么大自然的鬼斧神差，而是拜自作聪明的美国人所赐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美国人把废弃轮胎一股脑地扔进海里，妄想着一石二鸟，既能够清理垃圾，还可以打造出一片人造珊瑚礁。可事实证明，这一想法有多么的糟糕，大海被迫吞下了如此多的垃圾，整个生态环境都受到了灾难性的污染。直到现在，这些废弃轮胎都还没有彻底清理干净。如果海洋生物能够说话，我想他们高低都得骂上一句了。在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汽车工业进入到了飞速发展的时期，10年间，汽车保有量一度是全球第一。与此同时，发达的汽车产业也推动起零部件的生产，就比如轮胎，制造商拼命的生产，所以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。再加上轮胎本身是一种消耗品，淘汰下来的更是数不胜数，所以在美国的许多城市，到处都能够看见用来堆放轮胎的垃圾场，人送外号“轮胎墓地”。其实废旧轮胎之所以不好处理，除了它占地面积大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在焚烧轮胎的过程中，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，气味刺鼻不说，里面还有致癌物的二恶英，造成大气污染的同时，对人体的危害极大。因此，一个名为奥斯本礁人造珊瑚礁项目就此孕育而生。听上去这两者好像完全没有关系，但实际上，人造珊瑚礁的来源就是这些废弃轮胎。其实乍一看，这方法好像没有毛病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两全其美。这怎么说呢？渔民们把轮胎投入大海，让它们模仿珊瑚礁，吸引各种鱼类来此安家，进一步促进海洋生物的发展。这样一来，既解决了旧轮胎的清理问题，又能给人类提供更多的海产品，说不定未来还能成为吸引游客的热门景观。所以在1972年的春天，一个名叫布劳沃德人造珊瑚礁的非营利组织提出，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海岸附近建造一座4.8公里长的人造珊瑚礁。很快，该计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这看似完美解决了令人头疼的轮胎问题，又非常环保，因此得到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支持。1974年，布劳沃德县政府正式批准了该项目，并提供了不少资金。很快，数百万个轮胎被捆绑着倾倒在了劳德代尔堡海岸附近。令人讽刺的是，这看似简单的倾倒工作，还是在美国海军扫雷舰监督下完成的。另外，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还为该项目提供了专业的设备支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大约有200多万个废弃轮胎被抛下海底，覆盖了至少15公顷的海床，形成了著名的人造珊瑚礁奥斯本礁。其实大家可能猜不到，最早的人造礁石是用来干嘛的。据说在古代，波斯人是为了抵挡印度海盗，便用礁石堵住了底格里斯河的河口。后来在战争期间，罗马人在西西里的港口建造了礁石来诱捕敌方船只。渐渐的，随着气候和环境变化，天然珊瑚礁的数量一直在不断的减少，而海洋生态想要维持一个平衡，自然的生活环境就不能离开珊瑚礁，因此人造珊瑚礁便开始广泛出现。日本开始往海里投放岩石，用来养殖藻类，增加鱼的产量，而美国渔民最先投放的是竹制和木制品来吸引鱼类，人们尝到了人造礁石的甜头。这不仅能够促进天然珊瑚的生长，还能成为大量寄生生物的新家园，保护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。不过，人造珊瑚礁所需要的材料也是有要求的，大多数都是以铁混凝土为主，这样既能够保证阻碍海流的同时，还能避免有毒物质污染水源。于是，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往大海当中投放各种淘汰的大型设备，海底世界也变得异常热闹起来。那让我们回到奥斯本礁的建造，看似轻而易举地处理了废弃轮胎的问题，又为海洋生态做出了贡献，这简直是两全其美啊！可事情总是不尽人意，因为它很快便翻车了。起初那些废弃轮胎安安静静躺在海床上，确实吸引了一小部分珊瑚在这里繁殖，也不乏有一些鱼类游过来定居。但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随着海水的浸泡与冲刷，用于固定轮胎的铁丝被严重腐蚀，变得越发脆弱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想必大家都能想象得到。轮胎不像沉船不容易移动，每当飓风等强烈的风暴来临，那些本就岌岌可危的轮胎很容易就被冲散了。它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跟随着洋流四处飘荡，难以避免地撞击到了原有的珊瑚礁上。而轮胎上新长出来的小珊瑚被破坏了个精光不说，那些天然的珊瑚礁也都被碾碎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一整片海域直接就变成了死海，因为没有生物能够好好的在此生存下去。不过事情还没完，当轮胎四处移动，有一部分还被冲上了海岸，
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洋垃圾。这下可好了，轮胎不仅没有按照预期形成人造珊瑚礁，反而成为了珊瑚的头号破坏机器。可别忘记，当初这些轮胎可是打着环保的旗号下海的，结果来了个惊天大翻转。除此之外，环保人士还透露，废弃轮胎在海底正在慢慢分解出有毒物质。看来这所谓的人造珊瑚礁逐渐成为了破坏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，这前后的落差未免有点太大了。在这期间，有个名叫谢尔曼的博士在写相关论文时，就意外发现轮胎珊瑚礁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灾难。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，设法筹到了一笔资金。后来谢尔曼招募了将近90名潜水志愿者，从海底收集了1600个轮胎。虽然他们团队成功回收了轮胎，但这一工作实在是费时费力，最后不堪重负，只能放弃。时间一晃来到了21世纪，距离投放轮胎已经过去了快20多年了。邻近的沿海地区也开始担忧，轮胎会随着潮汐移动进一步的扩大污染范围。很快，环保人士联合起来，强烈谴责了这一行为。迫于压力，当局不得不为当年的错误买单，着手准备一项大规模的轮胎清理计划。首先，佛罗里达州达尼亚滩的海岸警卫队基地每天都会派遣至少40名潜水员下海，他们先是在海底一个接一个的收集旧轮胎，攒够了几十个以后，就用钢丝绳把它们串在一起，挂在救生带上。这个救生带是膨胀的，利用浮力可以将轮胎拉出水面。随后就要用到小型充气船，把轮胎拖上登陆艇上。通常来说，一天下来，这些潜水员能够从海底收集到至少1000个轮胎。听着数量是很多，可别忘了，当年扔下去的数量是200万个，而不是2万个。根据潜水员杰森·雅克文科的回忆，他们工作的区域大约在水下20米左右，但每次下潜到6米，轮胎大军就已经进入视野，而且是一望无际，根本就看不到头。随着轮胎清理工作缓慢且艰难地进行着，新的问题又再次出现，清理计划不是1天2天就能完成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0年的时间里面，只打捞了7万多个轮胎。如果全部都请专业的打捞公司，那接下来打捞所需要的费用简直是天文数字。这样一来，又该如何控制成本呢？好在救兵来了，那就是美国海军。经过协商，对方表示可以借出一部分来自弗吉尼亚州打捞队的潜水员，把清理轮胎的工作交给他们。毕竟这也是积累现实经验的绝好机会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一举两得。与此同时，佛罗里达州环境保护部表示，轮胎被打捞起来运到码头后，会帮助他们进行回收。不过那些附着着藤壶等海洋生物的轮胎，很有可能会被扔进垃圾填埋场里面。兜兜转转，这些废弃轮胎还是得回到陆地上，再想办法回收处理掉。美国人怕是欲哭无泪了。当然，最倒霉的还是这片海域。要知道，天然珊瑚礁的恢复过程是相当漫长的，需要很多年才能重新生长出来。关于当年的这一错误决策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大家有所了解到的几乎都是成功案例，就比如海底的沉船、大型设备，这些东西被投放在海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当面对堆积如山的轮胎，他们想当然的以为可以用同一种方式处理。最关键的是，从萌生想法到落实行动，这中间是完全没有进行任何实验研究的。他们既忽略了潮汐对于轮胎的影响，也无视了海水对轮胎的腐蚀性，只管先丢进海里再说，眼不见为净。而谁又能真正保证如此草率的决定是一劳永逸的呢？只能说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即便是搬来了救兵，还有许多部门共同合作，想要把轮胎全部打捞干净，依然遥遥无期。虽然有一部分轮胎似乎已经成为了人造珊瑚礁，但还是无法保证未来不会漂移。当年的那批美国人死都没有想到，在40多年后，下一代人每年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清理轮胎，他们必须要为当年的错误决定而买单。这真是应了一句话：偷懒一时爽，出事火葬场。话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人类就是破坏人类的超级武器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这些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